前列腺癌发现及晚期，提醒男性两大症状出现，可能癌症来临。根据澎湃新闻2024年4月21日报道，按照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谢立平的说法，我国前列腺癌2023年到2015年这12年癌症年龄标化5年生存率已经从 53.8% 上升到了 66.4%， 这意味着我国针对前列腺癌医疗水平提高，于患者而言是个好消息。佐医为谢立平教授，但同时谢立平教授强调，尽管前列腺癌医疗进步明显，我国与发达国家差异仍旧存在。就拿美国来说，美国前列腺癌患者接受标准化治疗后5年生存率接近 100%， 不免令人好奇，同样一种疾病，为什么中美治疗差距如此之大？究竟是中国医疗水平太差，还是另有其因？一、归根结底，发现太晚。所谓前列腺癌，指的是前列腺长出恶性肿瘤，是男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疾病之一。我国以前前列腺癌发病率较低，但随着人口老龄化、饮食结构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，近些年来发病率越来越高。一旦患上前列腺癌，男性会时常感到排尿困难、尿不尽、尿程延长也时有发生。若是发展到后期，还容易出现各种疼痛，疼痛影响饮食，影响睡眠，吃不好睡不好，精神状态也会非常糟糕。所以患上前列腺癌的男性到后期往往受尽折磨，日渐消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现代医学对于前列腺癌已经有了多种治疗方式。较早期的癌症可以采用前列腺切除或者放射治疗，中期癌症会考虑内分泌治疗、放射性治疗以及组织内放疗等等。哪怕是在晚期，医生也不会束手无策，可以化疗和免疫治疗。既然有这么多种治疗方式，为何中美前列腺癌标化5年生存率差距如此之大呢？其实这并非因为中美医疗技术有差距，主要在于中国人发现患上前列腺癌往往已经到了晚期。早期癌症原发病灶没有转移，癌细胞没有扩散，治起来当然简单。可癌症到了晚期，癌细胞遍布全身，大罗金仙也束手无策。那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不能第一时间发现前列腺癌呢？原因或许有3个。一是我国居民总体健康意识较为薄弱，很少有人会定期体检。二是前列腺癌症筛查知识并不普及，网络上可以查到相关知识，但都是一些零散碎片化的知识，并且发布者大多属于兼职自媒体医生，不像普法行动那样有国家在背后推动。三是中国地广人多，地广人多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城乡经济水平差异大。这种差异又往往表现在医疗水平不均上。大城市医疗水平先进，比如浙江省2024年发布的数据显示，前列腺癌年龄标化5年生存率已经提高到 77.2%。小城市乃至地方县城往往从检查到治疗全面落后。只要这种差异存在一天，总体癌症年龄变化5年生存率自然就和发达国家没法比了。经济发展并非一日之功，现实问题既然无法轻易跨越，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着想，男性很有必要学会自己判断是否患上了前列腺癌。二、2种方法判断癌症。癌症是疾病的一种，当身体患上疾病，身体一定会出现相应症状。前列腺癌也是如此，所以男性可以通过2大症状对身体进行自测。一、排尿不正常。排尿不正常的表现有很多，比如排尿困难、排尿频繁、夜尿增多等等。前列腺是每个男性都有的生殖系统，是制造和储存前列腺液的场所，主要功能是在射精时提供前列腺液，组成精液的一部分。可见前列腺本身和排尿系统没什么关系。那为什么出现排尿不正常就要考虑是否患上前列腺癌呢？主要在于前列腺位置特殊，3厘米长的前列腺位于骨盆腔膀胱之下。人的尿道离开膀胱之后，直接穿过前列腺，和前列腺共用一条通道，精液实际上也是从这条共用的尿道排出的。所以前列腺在和膀胱如此之近，并且共用一条尿道的情况下，一旦发生癌变，肿瘤并会压迫前列腺，进而压迫膀胱。轻微的压迫会使得膀胱向大脑传递撒尿信号，让大脑以为是自己排尿不干净。所以患上前列腺癌的人尿完之后还想尿，排尿频繁，夜尿次数也会增多。如果这种压迫程度达到较深地步，已经严重挤压到了尿道，那么就会出现排尿困难。
所以通过排尿困难也能反过来判断前列腺癌。相比起其他癌症，前列腺癌所产生的肿瘤比较特殊，质地通常很脆，在肿瘤长到一定程度之后，就容易发生溃烂。破烂的情况，溃烂出血顺着尿液排出，就会产生血尿。所以血尿也是一种能初步判断前列腺癌的方式。相比起其他排尿不正常症状而言，血尿判断更为准确。二、骨痛，各种形式的骨痛，包括腰背痛、脊椎骨痛、肋骨痛等等。随着患癌时间的推移，癌细胞群体繁殖壮大，需要获得更多营养，于是越来越多的细胞便会往身体其他部位转移，有的前往五脏六腑，也有的会跑向人的骨骼当中。对于前列腺癌癌细胞而言，发生骨转移的概率更大。癌细胞骨转移会使转移处感到疼痛，这种疼痛并不是持续性的，通常是痛一阵又消停一阵，晚上疼痛发作概率比白天要大。通过运动可以缓解这种疼痛，如果运动无法缓解，也可以通过药物来缓解这种疼痛。骨痛发展到一定程度，还会给人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。就拿脊柱骨转移来说，脊柱骨转移会对脊髓造成压力，脊髓受到压迫之后会导致神经损伤，人体信号传导不畅通，甚至中断，轻则下肢麻木虚弱，正常生活受影响，重则直接瘫痪，成为植物人。总而言之，无论是排尿不正常，还是时常感到骨头疼痛，都能够一定程度上判断是否患上了前列腺癌。如果有以上症状发生，建议赶紧就医，早发现早治疗。哪怕体检结果并没有出现前列腺癌，日子过得也更安心。大家在掌握前列腺癌的自我诊断方法之后，也别忘了做好前列腺癌预防。虽说早发现早治疗，但是如果能不患前列腺癌，岂不更为省心？3、7种手段保前列腺。预防前列腺癌的方式一共有7种，虽然听起来比较多，但为了我们的前列腺健康，最好耐心看完。1、不憋尿。很多人以为憋尿难受的是膀胱，憋得越久，膀胱感觉就越炸裂，但实际上前列腺更为难受。就好比将气球吹大，再用绳子绑住，使得气球无法缩小。此时对气球而言，球体压力并不大，压力最大的是绑气球球口的绳子。前列腺控制着男性的排尿阀门，如同绑住气球的绳子。憋尿越久，前列腺阀门面临的压力也就越大，肌肉容易疲劳不说，神经电信号持续传导会使得前列腺神经高度紧张。当紧张达到一定程度，神经就容易坏死，病灶一旦产生，就算没发展成前列腺癌，也容易出现其他前列腺疾病。2、多喝水。前列腺癌的发生和多种因素有关，包括不良生活习惯、遗传等等。其中有一个因素是接触病菌感染。多喝水多排尿，能够及时将身体废物排出体外，维持泌尿系统清洁，就算有病菌不小心进入了人体，也很难在前列腺部位停留。如此一来，便能大大降低前列腺癌发病概率。3、规律性生活。哈佛大学之前在欧洲泌尿学杂志上刊登了一项研究，他们找来3万多名男士充当受试者，观察他们两性生活频率和是否患上前列腺癌。经过长达18年的漫长研究，最终发现两性次数越多，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就越小。当然，这里所说的多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多，具体数量因人而异，自己把控就好。只要不超出身体承受范围，有规律的性生活是可以降低前列腺癌患病概率的。4、不饮酒。频繁的酒精刺激也会增加前列腺癌变概率。这里要强调一点，很多人认为酒可以适量喝，多喝烂醉，少喝陶冶情操，实际上少喝也不能。2016年11月17日，新华网发表过一篇关于喝酒增加前列腺癌风险的文章，里面明确提到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，即便一周只喝半品脱啤酒，患前列腺癌的风险也会增加。可见滴酒不沾才是对身体最负责的选择。5、注意个人卫生。这一点相信大家都好理解，勤洗澡，保持身体洁净，细菌病毒感染概率低了，前列腺癌的患病风险自然也就低。6、避免久坐。久坐会阻碍人体血液循环，前列腺正常功能行使需要血液提供营养物质和氧气，如果血液循环不畅，营养跟不上，前列腺局部细胞就有坏死的可能。一旦出现细胞坏死，人体便会分裂新细胞作为补充，
分裂次数变多，基因突变的概率就会增大，就更容易患上前列腺癌。7、定期体检。如果觉得以上6种预防方式既难记又难以实施的话，大家只需要做好定期体检即可。结语：和很多癌症一样，在没到晚期之前，前列腺癌可防可控的，所以并不可怕。只要做好癌症预防，相信大家都能远离前列腺癌。万一疾病预防出了漏洞，也不用担心。前面所说的2种通过症状判断前列腺癌的方式务必谨记，有了症状及时就医，早发现早治疗，也就能最大限度的保障生命安全了。